瓦片上神秘的红色符号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？这2个字是吉利。就在这时，考古队员竟然发现了一个神秘壁龛，他们究竟看到了怎样不可思议的一幕？就在他们对3具棺木进行搬运的时候，竟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情。无头的陶俑暗示了怎样的葬俗？陶俑现在头部找不到，土埋半截的陶俑是否向我们诉说着地下世界的变迁？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古墓？本期视频，阿金就带大家一起走进这座明代献陵墓。视频开始之前，欢迎大家长按点赞并关注支持。偷偷告诉大家，长按点赞2秒会触发特效惊喜哦。在河南省洛阳市丁顶北路的邙山上，考古人员正在对一座明代墓葬进行勘探，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这竟然是一座从未遭受过盗掘的墓葬。为什么这座古墓未被盗墓，却如此出乎意料呢？邙山自古以来就是王侯将相的埋葬之地，下面是世界上古代陵墓最多的地方。对于同样有着10墓9空的邙山来说，可以说是十分罕见。那么这座墓葬在接下来的发掘过程中会为我们带来哪些惊喜？此时映入眼帘的是3具木棺，并且在木棺之间还放着大量的随葬品。保存完好的明代墓葬尚未开启的3具棺椁和棺椁之间摆放的丰富随葬品之间都充满未知的疑问。在接下来的清理过程中，又会出现哪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呢？果然，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。考古人员在墓道中发现了关键物品——墓志铭。它的出现使墓主人的身份即将水落石出。为了能够清晰地解读墓主人的身份信息，考古人员需要将碑文全部拓印下来。他们是否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呢？通过解读墓志铭上的文字，考古人员得知，这座明代墓葬的主人可以确定为是明代知县刘润和2位夫人的墓葬。想要得到更多有关墓主人的信息，需要从志实中寻找答案。此时，正在清理的考古人员突然发现了一块瓦片，上面还刻画着一些奇怪的红色符号。这2个字是吉利。墨书和红色符号的组合，难道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？这需要考古人员将整颗瓦片提取出来后才能进行判断。通过瓦片摆放的位置和瓦片上的文字，考古人员初步分析认为，这很有可能是传说中的镇墓瓦。这边在清理第2块墓志铭的考古人员也有了新的信息，发现墓主人刘润竟然是明代著名诗人刘演作的父亲。字汝霖，认识他名叫刘润，字是汝霖，别号云岩，这样都明确了，这个墓主人是叫刘润。在墓志铭上不仅记载了墓主人的家族关系，也记载了当时官宦世家的联姻关系。至此，400多年前官宦之家曾经往来的交集，通过这几块墓志展现在了众人面前。通过清理，考古人员发现这座墓葬的结构十分简单，只有墓道和墓室2个部分组成。原本以为这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，结果在墓道的最底部给了考古人员一个惊喜的发现。通过狭小的缝隙，考古人员在壁龛内发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。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考古人员对主棺西侧的随葬品清理中又会有怎样的发现呢？2件陶俑的出现令专家陷入了疑惑当中。无头陶俑的出现又代表了什么呢？俑是古代墓葬雕塑艺术品的一种，作为一种替代活人殉葬的物品，陶俑的出现使丧葬制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，人殉的丧葬制度逐渐被陶俑所替代。这是一件埋在土里的陶俑吸引了考古人员。这件陶俑极其的特殊，一般的陶俑高度都是在20厘米左右，而这件陶俑至少有30公分。经过长时间的清理，
考古人员在墓室西侧的棺椁之间又清理出来了很多陶俑，准备开始对墓室中陪葬品最丰富的东侧进行清理工作。从这些随葬品的摆放位置来看，应该是按照某种功能进行区分的。随着对这些陶俑的清理，考古人员发现，它们不仅数量繁多，可以说这就是一套非常完整的丧葬习俗的体现，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生活起居。这些随葬品保持了原本下葬的状态，这对考古专家研究明代丧葬习俗提供了很好的教材。通过墓中陶俑和陶器的排列，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当时的生活场景。瓦片上神秘的红色符号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？这2个字是吉利。就在这时，考古队员竟然发现了一个神秘壁龛，他们究竟看到了怎样不可思议的一幕？随着清理工作的进行，考古人员发现，尽管这座古墓从未出现道具，但是墓葬之中似乎仍有一些无法解释的迹象。在这里面究竟发生过什么？在墓道中，考古人员发现，在这个狭小的壁龛中，通过狭小的缝隙，竟然发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。壁龛中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这个发现极大地激起了考古人员的好奇心。看样子，想要更直观地了解到壁龛中的状况，就要打开封堵在壁龛外面的空心砖。由于整个壁龛都被空心砖所堵住，对于壁龛内的情况，考古人员也是一无所知。但是为了能够弄清里面究竟埋葬着什么，考古人员还是决定对壁龛进行提取。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空心砖移除之后，看到壁龛里面的文物，考古人员发出了阵阵惊叹。它里东西还挺多的，这个用彩绘保存的真好，很壮观呀，还是比墓室里面保存的这个颜色看着更鲜艳。看着眼前保存状况良好的陶俑，由于壁龛已经被打开了，外部环境随时都在对彩陶俑进行侵蚀。考古人员来不及仔细欣赏，赶紧对这些彩绘陶俑进行清理保护。在狭小的墓道中，将硕大的空心砖进行搬离，也是一件不小的难题。俩人根本弄不动。当把空心砖提取出去后，眼前的景象着实令人感到壮观。色彩鲜艳的仪仗队，马匹一个个映入了眼帘。为了避免彩绘的颜色出现退化，考古人员就必须和时间进行一场赛跑。当把陶俑表面的泥土清理干净后，考古人员首先对彩陶俑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封火，保持它们身上的颜料不出现褪色，为接下来送往实验室进一步的修复提供保护。在考古现场，除了3具棺椁未被发掘，现场的清理工作即将接近尾声。由于现场的环境不利于就地发掘，考古人员决定将棺椁搬到实验室进行开棺。由于有一具棺椁的腐朽程度比较严重，考古人员决定先在现场对这具棺椁进行简单的清理。当把棺木搬离之后，考古人员惊喜地发现，在棺椁之间存在着大量纺织品，并且还在墓主人的头部位置发现了一只耳坠和一些随葬品。根据对西侧木棺的初步清理，考古人员判断，在这座墓室的棺椁中一定会出现不同寻常的文物。就在对棺椁进行整体搬迁之前，考古现场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。当将最后几根固定的钢管进行安置的时候，却遇到了大量料浆石的阻碍。由于进行多次尝试之后，依旧不能成功安置，最后考古专家决定使用焊接吊板代替钢管。在考古队员的共同努力下，深埋地下400多年的3具木棺终于从墓中被成功调运出去。随后，这3具木棺即将被运往实验室做进一步的考古研究。尽管这座明代献陵墓没有得到更好的发掘，但是这座明代献陵墓的秘密在棺椁打开的那一天会彻底揭晓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，感谢各位的观看。
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中积极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